好，然後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所有人就全網都在講主體性的問題。我們之前也講了那麼多，就是你的主體性是怎麼，就聽着這個也挺好，那個也挺好的。但你讓你去總結，就是說我什麼樣子的情況下，我才知道我現在是主體性覺醒了，我現在是有主體性了。就比如說這個信號，有沒有一些比較明確的？我這麼說他會難過的，所以我不說了吧。這種有主體性嗎？那不就沒有了嗎？這個部分的你的整個的關注點在別人的感受身上，他不會是覺得就是那我說他就會難過啊。你完全可以有10000種就是說出來不讓他難過的話說，而你選擇了那一個不關注自己的那一个。你知道嗎？有主体性的人并不是說我有主體性，所以我今天我就活得他媽的特別的自我和自私。對，就是我有主體性，懟誰，對。我覺得這憋太久了，就是沒有太久沒罵過。那個不叫主體性嗎？那個叫攻擊性。OK， 是吧？就是我為了不去背負別人的恐懼和別人的太照顧別人的感受，我不否定自己，我敢於表達真實的自己。說實話，這個時候的我們是挺有主體性的。其實你的主體性的發揮本身不會具有很強的攻擊性，真正能被攻擊的都是那些不讓你有主體性的人。被攻擊到的那些我想到之前你那期節目說，如果要是你正常表達自己就傷害了對方，那有沒有可能是對方本身就有問題？他就不想讓你表達自己，他就要壓你一頭。所以其實有很多正常的人，你可以既表達自己，但是同時又不會惹到對方。對，當你開始呈現自己的主體性，如果會傷到一波人的話，這波人就注定應該離開你的。是你自己一直放棄自己的主體性來去拖拉着這段關係罷了。那所以說，如果你要是只講，其實也沒有就是說好像我有3個信號，我有4種徵兆什麼，就是只純粹就是說，如果當你沒有在為別人再去做，你在真的考慮自己的感受的時候，你已經開始有主體性了。對，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信號。這信號就是主體性覺醒的信號。我不再背負別人，我只要這一個信號就可以了。我很關注我自己的感受。這個部分就是他在關係當中，他會先跟自己連接，不是不要跟別人連接了，不是完全的忘我的，只跟自己連接，只不過是我會跟我自己的連接很強。我知道自己要什麼，我自己需要什麼。對的，還有就是在這個部分上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信號，第2個信號就是，很多人對自己的存在感不是以自己的主體為中心的。对，什麼不是以自己的主體為中心，是以別人的主體嗎？就他的存在是由關係來決定的，好像。我是誰的誰，這種感覺。對，我是爸媽的兒子。是，那他應該是什麼呢？我就是我，我是我自己。我們在做諮詢的過程當中，有一些體驗環節，真的會讓他在我是我自己這個部分上有更深的探索。幹嘛他要寫下來？可能今天我在這個視頻裡面只能講到海平面以上的部分。但是那個海平面以下的部分，說實話是在諮詢的過程當中跟他一起就完成的。他的身份，他對自己的定義是由他自己的使命由他自己的信念，由他自己的能力我突然觉得和行動我突然覺得這個很有力量，就是我自己原來可以定義我是誰，不是由別人來定義的。對的，不是由關係來定義的，不是由別人的聲音來定義的。我對我自己的存在有非常清晰的界定。怪不得我之前我有一個朋友，我覺得就是他很不舒服，他覺得他爸媽給了定義就是上海乖乖女，但他特別不喜歡。然後但是當他離開了父母，開始探索自己喜歡的東西，因為他去北京工作了。去那邊之後就開始找尋自己，然後找完之後，你感覺整個人的生命力都出來了，就這種感覺。是呀。所以這也是一個很有重要的第3個信號。有主體性的人生命力都很強。對，你就感覺他說話，他敢於表達自己。你不像有些人在那邊說話就是就很繞。你比如說我當時我說這個，我感覺能攻擊到一些人，就有人會在那邊就是復讀機。就是他不敢去講自己的不舒服的地方，但他會借用別人的話來去暗搓搓的跟你說一兩句。沒有任何一個人的主體性是沒有力量的。所以每個人的主體性一定是有力量的，一定是有力量的。那就是老天給安排好的一樣，你這一生的能量都包裹在那個種子裡。我要怎麼知道我自己現在是有力量的呢？我知道我能感覺得到，有些人他是很自由的表達的，我能感覺得到。有些人也很不舒服，但是你讓我去真的拿語言來去講，他到底這個地方他是
我是哪些地方呈現了他的这个叫什么来？呈现了他的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人有人格魅力人格魅力就是你生命力的一种体现的。哇，我要总結一句話，人格魅力是裝不來的。對的。就當你想要去裝一個有魅力的人的時候，你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在講自己的時候講過本體的力量。是。所有喜歡他的人都是喜歡他本體的樣子，那句話你還記得嗎？我記得，非常記得。我們每個人的本體都是有魅力的。哇，你只要能跟你的本體始終在一起，說實話，你的生命力就有指望。有沒有人說，哎，我的本體就是比如說我就是個好吃懶做的人，我就是喜歡就是啃老的一個人，我的本體就一看別人就很懶惰啊，然後我覺得那是他的願望，不是他的本體。那他的本體我也有這個願望。OK， 那你但是你會覺得我是這種人嗎？不是啊，你只是純粹就是就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對，他是我的願，我巴不得，因為我真的每天7、8個諮詢，我累得要死。我真的如果有人可以讓我就是在一段時間當中被他就是依附於他，可以讓我休息，OK，那是我的願望。我巴不得有人過來養我，巴不得有人過來可以讓我坐吃山空。那本體呢？那它對應的本體可能是什麼？但是你知道，我的本體本身就是一個可能有生命力，可能要做很多事兒的人。它可以是看起來很衝突的，是很反方向的一個東西。我只要跟我的本體在一起，說實話，我就不會有那一天。你懂嗎 ？OK， 我的養老指着你。我可能就是可能有那個成就大家的那個部分。我覺得我的本體裡有這個能量。對，我覺得是有的，因為當你工作的時候你是正常就很有能量，然後但是偶爾你也會說啊，我好希望有那一天我這個能不能不工作，我也不會覺得好像是你討厭你的工作，我只是覺得純粹就是你在給自己 picture 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對，那就是一個願望是吧？ Okay， 所以你說那種願望誰沒有？我有，挺好的，但我真沒見過有這種本體的人。沒有本體是因為本體本身就是。這個不是玄學哦，說白了就是你本身，你曾經就是在經歷過一場鬥爭，你才活下來的，你才成為一個人的。你是指最開始出生階段？OK，就是那個階段。OK， 我理解。它本身就有很強的戰鬥力，好嗎？它本身就有很強的生存的力量的。它本身就有很強的生命力，它才出生的。雖然聽起來真的很玄學。對的，這個真的，你就是在基因角度來講，就它也是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活得很好的沒有一個人的本體就是虛弱到不行的，沒有，那個不是本體，那個真的很有可能就是本體受傷的狀態。就是我本體受傷，我有這個願望。難怪我之前見到有很多就是我之前的互聯網的這種前同事，說我的願望就是哪一天不工作了，我在家天天就是躺着，我天天睡覺要睡到晚上。那很可能就是一個我已經力竭，我已經很心力憔悴的一種狀態的一種願望。對啊，所以大家不要把你的某個時期的願望當成是你的本體了。其實你的本體，如果一個人非要跟我槓，說我就覺得我的本體就是那種爛人，我只能說你還蠻討厭你自己的你還蠻討厭你自己的。到底是誰植入了這樣子的想法意識在你這裡，告訴你你就不應該喜歡你自己，你真的很讓人討厭。哎，我們家那麼多孩子，就你最差勁，哎，就不能誇你一點，誇你一點你就翹辮子，然後你就會做錯事情，你就該挨打。真的就不能給你好臉色看，給你好臉色看你就不是你了。看到沒有，這種聲音真的無數次的，他學會了否定自己，學會了討厭自己，跟他的本體沒有關係，他的本體被這種特別負面的聲音給包裹住了，壓制住了。對，這也是做諮詢的意義所在，幫他把那些本體之外的束縛給拿掉。哇哦！我自己呢，我不能說我說的都是真理不是但是我通過我個人將近10年的諮詢經驗，我真的每一次幫那些嘴巴上說着我沒那麼好的，我就應該就是不存在，我就應該擺爛。對，我就應該擺爛的這樣子，甚至他還帶着覺得我的本體很有可能是不好的，你懂嗎？就是對，那他完成了他這個本體的探索之後，我們當我們經過一段時間幫他把那些層層的包裹，那些負面的包裹都給剝掉之後，露露出來那個就是他真實的樣子，他在那裡感動的哭，每一次就是大部分的來訪者都會在那一刻非常感動，非常愛那樣的自己，
我的經驗是我沒見過有一個人跟自己真實的就是自己在一起的時候，我是特別的厭惡的，我真沒見過。就是我個人的經驗，我沒見過他的，就是他的本體是不好的。將近3萬小時的這個，對的，我沒見過，所以我用我自己的個人的諮詢的個案的經驗，我是覺得不存在，不存在不好的問題。聽起來就很好，就听起來就很舒服。对，人性是可以有会流動到一個不好的狀態的，但是本體是固定的。本體是固定的，但是人會流到不同的狀態。对，是的。哦，你不能因為一段時間流動到了一個不好的狀態，你就否定了自己整個本體。你說到這個，像有些像之前我剛才不是說有些人他就說我就是想早點退休，但其實他們在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他們也是很充滿着我要創造東西，我要改變什麼東西，我有着很大的願望的。对啊，只是做着做着他就進入到一種自我厭惡，對這個世界開始就是懷疑的階段了。對啊，這只是他自己受了很多的傷，他的成長方案越來越偏離他的主體了。我覺得我很喜歡你这個表達，他只是他主體在，但他人遠離了。其實只要找回你的主體，所有的一切其實我覺得迎刃而解。对啊，你一直不在自己的主體成長方案當中行動着，早晚就是你的心早晚會生病的，你的身體也因為你的心也會跟着早晚生病的。